又到了我们晚上一个星期的聊天。那么这一集呢是 Inspire by 孟婆，因为上个星期我看了 Hishiko 长达1个小时的 video，我就想起我之前做过一个 case，一个蛮催泪的 case。对，请大家准备好纸巾。然后在 Hishiko 的 video 里面呢，他就讲起孟婆跟他就是很有缘。地府，他也在他自己的地方去做他的爱的桥。哦，但是这个神他跟着你，他是你的前世，其实你就是跟他有一个缘。好像从小就跟他在一起。看完他的 video，有跟他聊了一下子。第一次跟他聊的时候，聊起他身边有一个老太婆。现在想起来，很大可能那个老太婆就是我看到的那个孟婆。你看到这个画面啊，因为我知道很像你们有时看照片，好像就是可以 sense 到，其实你可以感觉到我的身边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存在。对，我有看到一个，就是年纪大概80到90岁的老奶奶在你身边守护我。可是你们懂得，我是非常的外国人，就很多那些道教东西我不大清楚。很多人就问我是怎样统一，看是什么宗教，因为不同的宗教是有不一样的 setting。比如说是基督徒的话，要去到天堂，好像一个 garden 的门口那边教那个人。可是，一般道教或者是佛教的，我都会去到一个阳间和阴间的中间点。你们 imagine 那个奈何桥的中间点，就是这里是人间，然后左边是阴间，然后中间那边有一个 studio 工作室在。什么样的情况？难道我在那边起房子？大概是一个无形的吧，因为我以前是拿着一个桌子这样子在坐在那边的，然后我会把要从地府来的人来到这个桌子前。可是过后我觉得这个底下好像有点，就是旁边暗对面有条桥，然后看到很多魂在排队，我就觉得不可以，就是要在中间这个 spot 那边建个好像在那边才有的一个工作室，这样里面有花草，很多水晶啊，很 relax 的 music 啊，meditation music 这一种。然后那边有沙发，就好像平常要去心理医生做 consultation 这样子，就比较舒服一点。因为有时候呢，还要把家属就活着人那个魂拉进去，就看什么 case 需要用到。但是一般的 case 都是我在这个工作室里面跟那个逝者聊天。那么今天这个故事就是讲地府的，因为事主的家人都是拜道教的啊。对，我在 Hishiko 的那个 IG 里面是看到他有拿一个五令旗啊，然后他有天师、阴师和人师这3样东西等等的，然后他才可以成为徒弟。因为我没有去过问米的地方，你们有问米过的话，你告诉我是怎样一个情况？就是道教里面的话，我在想要跟灵魂、跟生命沟通，都是要在神坛那边做的。然后我这个工作室呢，为什么有这个 permission 呢？其实我也不清楚，因为我身上有一个令牌是好像前世的东西，就是我一直带来的。然后我要去自己招魂的话，可能要点时间。如果我请阴差这些出来的话，他们会快很多。而且不会带错人嘛，就是比较准确一点。之前我刚开始的时候不会做这个动作，然后就可能有一些灵体他们会扮成是这个你要找的人。因为经过有一次的错误过后，我就开始发觉，诶，不靠谱诶，如果我自己去找，所以我会请求这些阴差来帮我。可是为什么他们要帮我？是因为我有这一个令牌的东西，然后至于这个令牌是从何而来，我真的不知道。然后为什么不需要在神坛做这些，我真的是不知道。因为我也有问过，可是找不到答案。然后希望这次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可以就是找王凡氏的元帅问个清楚，去玉皇大帝那边找他的玉皇大帝书。毕竟我看过自己很多不同 version 的这个我，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今天这个事主找到我的是2个孩子的妈妈，她其实还蛮年轻的，好像只有32岁还是30岁，就是她可能结婚的年纪比较早吧，就是23这样子，我也忘了。然后呢，她是单亲妈妈，
要我通灵的这个逝者是她老公。催泪的部分来了，就是当我进去这个工作室的时候，我请了英才带他上来，然后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讲，他要找家人孩子。我讲哈，找孩子，因为呢，这个丈夫是意外车祸走的，而且走的比较突然，毕竟才有33岁这样子。他老婆就有跟我讲起，他在车祸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好像怀孕4个月，因为只剩下他一个人带这2个孩子，他还有一男一女，能懂的，金钱等等。然后他也考虑到孩子可能一出世就没有爸爸，连见面都没有见过，因为起码，他现在的那2个孩子是有见过他的老公，就是爸爸，他就觉得很残忍的这样子把这个孩子带来这个世界吧，他就反抗家人的决定，把孩子人工流产了。结果她的老公下到地府的时候呢，就是一直在找他孩子，而且呢，他也没有怪他老婆，他只是想跟他好像团聚这样子。然后他找到我的时候，应该是已经车祸去世了1年，其实蛮沉重的。整个 case 就是一直哭哭啼啼，然后孩子又那么小，然后孩子的状况也不大好，因为爸爸也不在，妈妈也很辛苦。就是她告诉我，她老公是一个很称职的爸爸，为了好像赚更多钱，他就一直 outstation overtime 啊之类的 welcome the third child， 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因为 outstation， 然后驾车回来赶着回来，这样子意外车亡的。然后他也是一个就是很疼老婆的老公，他们在一起10多年都没有吵过架，这样子就很恩爱啊。然后突然就这样子这么年轻走了，我相信给予任何人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事实吧，包括我自己吧。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多么心痛的一个 case。其实一般通灵就是叫灵魂上来我的工作室是很坏的，可能就是5分钟之内就已经找到了。我很想把这个未出生的孩子，就是他的魂去找来，然后跟这个爸爸团聚。过后我知道是一个小男孩，因为过后找到了，然后我就问这个英才，我讲怎样啊？就是你去帮我找可以吗？然后他讲你给我一点时间，我要下去问问看。然后我就在等，我们这个整个过程用了2个小时，就是很少会用到这么久的。我发觉我好像就是做完这个 case， 我的 CPU 已经被烧坏了，然后我要休息1天，大概是这样吧。因为当时候那个英才回来就讲，这个是 beyond 我的 authority， 就是他们是在不同的部门。然后我讲哈，这样怎样？就是他讲你要先去找意外的部门，然后拿一个好像准证这样子的东西，又要去到英灵那个部门。因为是这样子的，我平常是在工作室里面，就是把他们这个魂找起来，然后这一次是要我自己亲自去走一趟。所谓的亲自走一趟，就是通过意识我的灵魂到那一边。你要问我的话，就是这些 department 里面旁边是怎样一个 design 啊？其实没有哦，就我的意识到的时候是周围全部都是漆黑的，我是什么都看不到。我去看到他的上司的时候，他上司是在交通意外部门，然后他讲，这个他是属于我管的，可是你要讲他那孩子不属于我管哦。然后我就想啊，这样怎么样啊？就是你看你们能不能够帮忙？这么棘手的 case 一般都是要找黑白无常哥啊，在马来西亚有一个探灵湾里面的 video 就有讲起这个黑白无常哥呢，是长得很帅的，你们可以去看他这个 video， 然后你们也可以去看 Hishiko 的那个 video 关于孟婆的，就讲你要多走几个部门。我讲好，为什么你不走？要我一个人去？他讲因为是你的这个委托者，然后那一些部门就是你要亲自去问的。我就想，操，帮人帮到底吧，好吧，就去。他爸爸的状况呢，不是跟我周围去跑，是我一个人去跑。
我为什么讲我的 CPU 快要烧坏了？是因为我去完这个地方呢，已经蛮吃力了。然后去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那个管英灵的地方，是一个很远的地方。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在黑暗里面，就是意识上的寻了很久，好像跑完整个地球转了一圈再回来，因为是不同维度，所以时间的那种很难形容是一个怎样的感受。等我到这个管英灵的地方，我已经觉得我跑完整个地球就对了，然后终于找到，哎，就有一个老太太出来迎接，你们懂得，生命是没有语言障碍，所以睇見到話，哇，阿妹身水身汗啊，邊度跑嚟啊？然後我就話哇，婆揾得你好辛苦啊！我想問咧，即係呢個 department 啱唔啱嘅？他講哦，剛才就是有聽，好像有收到消息還是 memo 樣子啊。然後我講哦，我再跟你重複一遍啊，就是這個男的叫什麼名，然後他們有一個就人工流產的孩子，就要跟團聚這一些。他就講這個我要請示我老闆哦。啥？你還有老闆？就從他的這個神態表現得很慈祥，然後又是一位這麼有年紀的老人家，又是一個老太婆，我覺得她怎樣也算是就是比較大一點的官吧。我以為我還不需要去跑另外一個部門，然後他講很快的，你去拿一個紙 stamp 一下就可以了。然後我講，可是就是要把這個英靈和這個爸爸團聚的，然後就我還在提醒他講，哎呦阿妹你唔使擔心，他講你要的東西就是會做到，不用心急，年輕人這樣子。我講哦，你不知道我找你真的是找了蠻久了，而且我跑啊好像很遠啊很累。然後他就講你先休息一下吧，然後你再跟我去這個另外一個部門哦，去見他的所謂的老闆。所以我不懂那個是哪一個地方，因為旁邊都是黑漆漆，我只看到前面好像有一個櫃子這樣子的東西，然後那邊疊着一張一張紙，可是那些紙是我看不到字的，然後他就這樣子拿一張就是這張，然後我就覺得誒我看不到不過一般很正常就是他們手上拿的那些書本啊，那些note 我一般都是看不到他們的字的，我需要他們告訴我就是寫什麼，比如說他們有什麼輪迴什麼時候要走的，他們是寫在那邊，可是他們每次跟我講的時候，我只看到一張然後空一面頁這樣子，沒有寫東西的，這個些字只有他們自己懂吧。然後就來到這個大 boss， 好像是最上級的，我就記得他看了我一眼，然後又看了那個老太婆一眼，他講你都找到這裡了，難道我不批嗎？沒有問太多，我就講這個是最後一個，我就很開心了，因為畢竟我說委託人要做這件事，我講大家都不容易，然後我也不懂他是誰，總之他做一個好像很 modern 的 chair，然後就有一個桌子，沒有戴眼鏡，他大概是50歲，有點圓臉，胖胖有頭髮，所謂的胖胖又不是很胖哦，就是有點肉的那種中年大叔叔。我就記得好像有兩匹，眼毛是蠻粗的。我第一眼看到的時候，我講怎麼這個人的眼毛這麼粗的？可是因為要把事情弄好，就沒有問太多。然後婆婆就講，哇，真的很可憐的一家人，就是他無論如何也會幫我們的。然後他就還蠻慈祥的，他叫我回去的時候就不要跌倒，因為怕我什麼跑路跑太快。我講我不是用腳走了，我是用意識走了。我講還好吧。然後他就講你自己要小心一點哦，不要，就一直安慰我。其實我小時候長大，就是我婆婆爺爺奶奶他們都很早走，然後我其實沒有那種怎麼說呢，就是好像這種 grandparents 的 love， 我一看到他我覺得很親切就對了。結果我上到去我工作室的時候，其實我是最吃驚的，就裡面他有那個爸爸，還有那個英靈，還有那個英才，然後英才問我，哇，
你今天好忙，我讲是了特别的一个 case，他讲这里没有事的话，我就把他们带走。然后我就先问了他老婆，就是家属，然后他讲他也要跟他道别这些，然后就圆满的把起码他爸爸和那个孩子把他们聚在一起了我才松了一口气这样子。你们看一下是不是有很多个不同的 department 要去呢？其实我找到那饮茶上司就是黑白二伯爷，在找那个，我现在想起很大可能就是孟婆，就是喜过的讲的那个孟婆，我记得她是很亲切，然后很慈祥的样子，然后她还笑笑脸，就是七老八十的样子哦。这种容易福灵的。这种就很容易会有。对啊，这种日本的战士什么很多。因为我去过一个朋友的家，我曾经看过灵符在那边。可是竟然没有，那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一个算是老奶奶，这个30到40左右吧。然后 Alicia 就说她很亲切、很慈祥的样子。然后那个他的老板，我怀疑到底是不是阎罗王还是谁，那两撇也没好出一下，然后他看人眼神又有点凶巴巴这样子。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做统领呢是蛮 intense 一下。为什么我说少呢？是因为你是要在这个意识去不同的 department 的时候，你是需要用到所谓的 meditative stage， 全神贯注，一点杂念都没有。你懂要这样子坚持1-2个小时，其实是蛮吃力的。这种地方也比较阴嘛，所谓的能量场和维度。所以做完这个 case 呢，我就休息了1天。不过还好了，我觉得他终于可以放下心，不然他也蛮自责自己。就是没有要这个孩子，我不懂过后孟婆后面是怎样安排他们，是不是一起轮回啊，还是一起投胎？我不知道，没问，这个是他们自己安排的。我只是觉得我应该是帮他处理了一桩很大的形事吧。我还蛮希望他们就是他跟他的2个孩子好好的。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活下去。我相信她老公也很伤心，因为他那时候跟我讲到一直哭，就是讲他太早走。他老婆也问我一句，就是为什么他老公这么好人就这么早走？其实这个我已经问了无数遍，都没有一个答案。就是总像一天到晚打老婆的人，为什么他们还好好活着？然后这些这么好的一个人，就是不做坏事、尽职的老公爸爸，而且他非常孝顺。因为我之前有问过英才，我讲为什么这个人这么早走，他讲这里是这样子写的，他讲我只能讲他是注定是去年的9月份走，至于什么原因的话你上面问吧。原来他们做这些引渡者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料。这个故事呢就大概讲到这里，然后结尾我想大概讲一下的东西呢，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类的小爱是很伟大的。你们看一下，就是她老公走了，就是知道她老婆有不要这个孩子的时候，她在下面一直找她的这个还没有出世的亲生儿子。这个让我想起《The Buddha》里面的那个 Keanu Reeves 做的那一套戏，就是像 Buddha 他出生在皇宫里面，然后每个人都很爱他，包括他的父母，甚至要他 take over 整个国家，就做国王。然后他的老婆还有孩子，就每个人都很爱他。就我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要出家了，因为他已经得到经历了所有这些人间的小小的爱，就朋友、亲戚、家人等等等等不同的小爱。他想出家的原因是因为他要理解，就是 what is beyond this small love， 而且当然也是要摆脱他就是所谓的人间的这种疾苦。所以我觉得这个大爱里面应该是包括这些所有的小小的爱。任何宗教都是一样的，甚至基督教、回教也是不能缺乏的一样东西，就是 it's all about love。 好吧，今天这个故事就分享到这里。然后突然启发的想到这个点呢，是因为
那天看了 Fishko 的成长历程的 video，有点感触。他的脸只看到这样，办法呢，就是一个盘上来，是，不错，不错，这些元帅，那个前世的修为还有带到上来。就是你要好好加油。至于有没有缘分问到元帅的话，到时候再看吧。我还蛮想知道一些关于我自己的东西。虽然我看过我自己很多的版本，可是我不懂哪一个版本是最原始的那个。然后最原始的那个我也是有看到，可是我就是有点好奇心。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机缘还没到，机缘到就自然会懂。所以呢，你们大家就好好珍惜身边人吧。只能讲到这里喽，晚安，拜拜。